黑猫复仇。强子家住在村西头，几年前父亲在外地的煤矿里做苦力，却因意外身亡。母亲自那之后呢，变得脾气异常。这一天，不知打哪跑来一只浑身都是黑毛的猫。这只猫在强子家门口转来转去，就是不走。强子妈呸了一口：“呸！都说猫来穷，狗来富，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强子，快把它赶走！”强子呢，立马就跑过去了，想要将黑猫赶走。可是呢，他试了很多方法，那只黑猫就是不肯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强子的妈妈出来一看，那只黑猫已经被强子打得鲜血淋漓，身上有了好几个伤口，地上也滴着一些红色的血液。可是呢，他依然一边喵喵叫着，一边围着强子打转，就是不肯离开。强子的妈妈这会儿也感觉到不对劲了。都说这黑猫是不祥之物，可是这只猫今天怎么就赖上他们家了？按理来说，被打疼了就应该害怕，可是这只黑猫呢，不但不怕，还几次企图强冲强子，想要直接进入他们家里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只黑猫的眼神十分的骇人，透着一股子诡异和邪气。强子的妈妈突然又想到老一辈人说过，猫是特别记仇的，所以呢，他担心这只黑猫可能会给他们家带来不幸和灾难，便心生一计。他叫强子呢假装不管，先将黑猫放进来，然后关紧了门，将黑猫抓到，然后给活活打死了。就在强子拎着黑猫的尸体准备扔出去的时候，强子的奶奶从外面赶活回来了。老人家见强子拎着一只浑身沾满鲜血的黑猫的尸体，吓了一跳，忙问强子这是怎么回事。强子一五一十的告知了。老人听完以后暗道不好，黑猫既然认准了他们家，他们呢就应该给一口吃的，把黑猫养着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你3天都不给一口饭吃，它呢就会自动离去的。可是现在他们不仅没有给黑猫一口粮食，甚至还将它活活打死了，这可是大忌。再者，黑猫的确是记仇的，如今它惨死在这儿，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可惜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想要上山去庙里向菩萨告个罪已经是来不及了。老人家决定明天一早就带着孙子去菩萨面前磕头赔罪，顺便呢再给强子求个平安符。吃过晚饭，强子的妈妈早早就睡下了。睡到半夜，她突然被一阵奇异的声音给吵醒了，迷迷糊糊坐起来一听，声音好像是从强子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干什么呀？强子的妈妈冲着强子的房间大骂了一句。强子没有反应，只是那奇怪的声音没断，反而更大了，似乎还有家具被打倒在地的声音。这死小子跟他死鬼老爸一个德行，不打一顿不行。强子的妈妈骂骂咧咧的穿上拖鞋，来到强子的房间，打开灯，顺着响动的方向，只见强子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趴在地上，屁股向后撅着，一跳一跳的前进。再一看，他居然在追一只老鼠。强子的妈妈呢，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：“强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听到喊声，强子回头看了一眼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说的却不是人话，而是喵喵的猫叫声。接着他又跑去追那只大老鼠了。强子的妈妈愣了好久，才大喊大叫着冲上去，企图让强子停下来。可是强子猛地一跳，向他的妈妈撞出老远，摔倒在地上就晕过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强子总是4脚着地，
像一只猫一样行走跳跃，偶尔张开嘴发出喵喵的叫声。强子的妈妈也疯了，每一次看见跟猫一样的强子，就指着强子恶狠狠地说：猫来穷，狗来富，打死你这个坏东西！说着就捡起石头砸强子，而强子则一边喵喵地叫着，一边跳跃着躲开砸过来的石头。鬼鸳鸯。冬夜的马路上人烟稀少，远远的便听见一男一女在马路边上大吵大闹。只见那男的醉醺醺的，一把推开一直搀扶他的女孩，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喘着粗气，用手指着女孩，扯着嗓门大骂道：阿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单位新来的小新有一腿。我这么宠你，爱你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花掉我的钱，只要你喜欢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摘。可是你贱女人，背叛我！那女孩呢，眼眶湿润，愤愤不平，颤抖地说道：阿乐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是那么不信任我，我和他只是同事关系，你还敢说我？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最近不是也跟女秘书？可是呢，还没等女孩把话说完，乐乐就扬起他那粗壮的手臂，啪的一声，一个耳光就抽过去了。可怜的君儿捂着那半边血红色的脸，梨花带雨的委屈的哭了起来。可是乐乐却丝毫不怜惜，反而趁着醉意发起酒疯，冷冷的说道：闭嘴，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既然你也知道了，那咱们就分手吧。说完呢，他便扬长而去了。枯叶随风飘落，只剩下君儿瘫坐在地上，在冰冷的地面上失声痛哭。北风呼啸，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他的心窝里。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，经不起这忽如其来的打击，他哭泣着颤巍巍地来到马路一旁的桥边，两眼无神，随即纵身一跃。不久，荡起波澜的河面也终于归于平静了。君儿自尽了，可惜这妹子才20来岁，长得那是闭月羞花，非常漂亮。过了一会儿，天空中炸雷响起，不久便下起了倾盆大雨，也许是老天为他鸣不平吧。一天夜里，小新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。他喝了杯咖啡，定了定神，一鼓作气把公司交代下来的 A 公司的合作计划写完了。等加班完以后，他买了宵夜，动身准备回家。这一小伙子呀，虽然是新来的员工，但是他一直都是很卖命的工作挣钱。也许是因为自幼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吧，他总是用别人打游戏娱乐的时间来加夜班，而且啊还不亦乐乎。他开着电动车在深夜的马路上奔腾着，电车呢虽然噪音很小，但在静谧的冬夜里还是格外的响亮。路边的杂草丛中也不时响起不知名的昆虫的声音，这声音格外的诡异，就像是有一个恶魔趴在草丛中狂笑，再加上寒风刺骨，令人不禁头皮发麻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终于到了离家不远的仙美桥边，小新也舒了一口气，似乎已经将一天的疲倦送走了。忽然他耳边传来一声声女孩的抽泣声，定眼看去，在桥边有一个女孩蹲在那里，背对着小新，正嘤嘤嘤的哭着。
小新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待着呢？而且还是个女的。但是小新见着孤零零的女子在那儿哭泣，心里也不好受。他呢是最受不了女孩哭泣了，于是他轻轻地走过去，疑惑地问道：姑娘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还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尽管跟我说，说出来呢就好受一点。哎，你别哭了，我最受不了女孩子哭了。随后那女孩温和地说道：小新，是你吗？小新仔细一想，咦，这不是君儿的声音吗？于是小新恍然大悟，欣喜若狂道：原来是你啊，君儿，这几天怎么不见你？是生病了吗？还有那个君儿，你饿吗？我车上有宵夜。君儿哽咽了一下说道：小新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你可以让我过来抱一下吗？我好冷，好孤独。这小新呢，虽然不是好色之徒，但对于这样情绪低落的少女提出的要求，更何况呢是自己暗恋很久的女孩，因此他无法拒绝，于是轻轻地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她的身旁，脱了自己的暖和的灰色风衣，为君儿披上了。可当他转过头为她披上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幕令小新目瞪口呆。只见君儿的脸色煞白，左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眼睛也不再是之前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取而代之的是浑浊的眼珠，头发凌乱不堪，手脚都是浮肿的，似乎呢是被水浸泡了很久一样，嘴巴里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儿。小新见状，胃里是一阵翻江倒海，于是呢他猛地把身体往后一缩，一下退出去了3米远，趴在大树下呕吐了起来。随后小新哆嗦着说道：君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是人是鬼？我可没害你。君儿又哭了起来，哭声异常的凄厉，他呜咽着说道：小新，难道连你也怕我？没错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很吓人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但是我还是想见你一面。小新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，经过一番思考，他疑惑的问道：静儿，你怎么死的？是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，我绝不轻饶他。君儿就把他和乐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小新了。小新听了呢是义愤填膺，他不再惧怕君儿，反而呢还是怜悯他，为他的死感到不值。于是小新来到君儿的旁边，为他披上外套，即使君儿的身体十分冰冷，他还是紧紧的将她抱入了怀里，执手相看泪眼，温和的说道：君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种男人不值得你为他付出生命，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。其实我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，君儿，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自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爱上了你，你是我见过最萌最可爱的女人。但是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所以我一直把我对你的心意压在心中。现在他抛弃了你，以后由我来保护你，小心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你。君儿若有所思，他紧缩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，再次露出那灿烂的笑容，双眼洋溢着满满的幸福，温和的说道：好，那你这么爱我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吧，我的夫君。小新看着他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似乎也忘却了人间所有的是是非非，斩断了人世所有的牵挂，只想着永远和这女鬼在一起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到桥边，面带微笑地说：
今愿与君红尘作伴，长相厮守。轻轻一跃，跳入了河中了。君儿也被他的真心感动了，但眨眼的时间也来不及阻止他投江了。很快，小新的灵魂也来到君儿的身旁，他们俩手挽着手，头靠着头，有说有笑的聊得很开心。忽然小新说道：君，不行，我们要去修理那个混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看他还欺负你。于是呢，这两人携手来到乐乐住的旅馆，只见乐乐正与女秘书在床上做着些什么，简直要把床给摇塌了。小新说道：那我就顺你们的意。用脚把床一踢，一下子床就塌了。君儿则将大门打开，经过的旅客都好奇的往里一看，两人衣衫不整，狼狈不堪。乐乐用衣服或者下体猛地把门啪的一声关上，同时大声呵斥道：去你妈的，看什么看！可是呢，在关门的一刹那，屋里的灯突然爆了，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死寂了，四周那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乐乐淫笑的准备趁黑好好再蹂躏一下他的女秘书，于是他如饿狼扑食一般的扑向床上的黑影子，却不料趴在了一具如冰雕一般寒冷的小新的身上。乐乐再无欲望了，浑身上下从胸前凉到后背，从头皮凉到脚底，顿时就感觉自己的下体一阵剧痛，使小新活生生的把乐乐的下体给拧断了。随即君儿啪啪的几个耳光打在乐乐脸上，乐乐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最后小新和君儿离开的时候丢下一句话：看你以后还敢欺负君儿，你这个负心汉。从此乐乐不再与女秘书开房了，平时见了更是避而远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使用20多年的专用水管报废了。第二天，渔夫在河下游某处开满野花的地方发现了2具尸体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浸泡已久，尸首已经高度腐烂了，分辨不出身份，但身上呢竟披着男士的灰色风衣，那外套正是小新的，男尸则是昨晚刚溺亡的小新。就这样，小新和君儿手牵着手一起来到了阴间，他们的真情也感动了阎王爷。他们不求什么，但求下辈子俩人能做夫妻，无论寿命长短，无论贫穷富裕。阎王说：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念你们没有随意杀人，准了。但是你们蓄意伤害乐乐，尤其是君儿，你可知罪？你有诱骗小新死亡的嫌疑，有罪，罚你下辈子寿命不过半百。君儿内疚的低下头，小新见状一下子磕了好几个响头，磕的是咚咚直响，说道：王爷明察，小新是心甘情愿的，与君儿无关，若是要罚，就连我一起罚吧。阎王爷呢，理了理浓密的胡须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好一对鬼鸳鸯，那本王成全你们。其实呢，折寿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只要能在一起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苦命的鬼鸳鸯吧。渡船。小戴是个学生，这些天来呢，正好是假期，于是他决定去乡下玩玩。经过朋友的推荐，小戴来到一个名叫鸡鸣村的地方。这里是个世外桃源，空气呢十分的清新，呼吸一口就如同是神香灌顶一样。小戴呢很是乐此不疲。小戴很喜欢去河边玩，村里附近呢正好有2条大河，朋友却再三叮嘱不要去村东边那条河，村南呢可以去，说是村东那边经常发生溺水事故。大家都觉得那里不祥。
小戴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是危言耸听，他向来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，觉得呀，那都是以讹传讹的故事。哪有什么鬼怪呀，分明都是村里人的迷信。满心不满的小戴，第二天呢就下河去玩了。开始在村南那边河玩了一天，没什么事发生。熟悉水性的小戴还在深水区里潜水，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回到村里，小戴洗个热水澡，痛痛快快的睡了一觉。来到村里的第3天，小戴开始在村子附近转悠。他喜欢爬山，爬了好几座山峰。正值下午时分，天气燥热，小戴又忍不住想要去游泳了。顺着村东边的小道，小戴往另外一条大河而去。来到这条大河，方知河水的宽阔浩瀚，比起村南那条河呀广袤许多，而且水流湍急，很有挑战性。小戴脱下衣服，朝河水中扑通一下就跳了进去了。极善水性的他在水中做着各种姿势，即便是水流滂沱也毫无压力。看来说这里有不祥之兆的都是骗人的把戏。小戴耸耸脑袋，从水中冒出头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艘渡船从远处徐徐开来，上面是个戴着斗笠的农夫，看不清楚脸。小戴一下子来了兴趣了，连连挥手打招呼。渡船上的船夫呢，却没有说话，只是船渐渐地朝着小戴而来。小戴就觉得这船夫耳朵有些背，也不在意那么多。待渡船到了身旁，他用力一撑，就爬上船了。他伸手拍了拍船夫的肩膀，正要打个照面，却感觉这船夫身上冰凉冰凉的，没有一丝人的烟气。小戴觉得有些奇怪，在这炎热的夏天，按道理应该是满身大汗才是，怎么感觉到这么冷呢？就在这时，船夫僵硬地转过身子，低垂的头颅微微扬了起来，露出了怪异而狰狞的笑脸。那笑容不像是活人一般，阴冷刺骨，极其瘆人。小戴大叫一声，接着哗啦一声，水花四散。小戴跌入水中。感到奇怪的是，小戴明明会水性，却是挣扎着起不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将他按在水中。他用力地睁大眼睛，眼前哪是什么船夫啊，哪有什么渡船呢？而他的脚下似乎有1000斤的石头不停地往下拉着他。挣扎了不久，小戴就沉入河底了，再也没能起来。1日上午，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小戴的尸体，那尸体的脸上身上满都是青紫色的伤痕，不知道是被谁抓的。救人的虫子。喂，今晚我不是叫你带钱过来吗？你当我的话是放屁？某天夜里，几个红发混混围住了小金，恶狠狠地说：我没有钱。小金缩了缩身子，战战兢兢地说：他们都是附近学校的不良少年，经常会集结在一起勒索。因为这些人家里都有后台，作为普通学生的小金每次都只能忍气吞声，不敢声张。而其就算能是说出来也是没用的，他们势力很大，到时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严重的报复。小金不敢反抗，只能缩在墙角，不敢动弹。喂，怎么不说话？是哑巴了吗？其中带头的一人走上前来，推了他一下，威胁道：抱歉，我真没钱。没钱？那你还有心情去玩这东西？带头大哥一巴掌打掉他手里的盒子，啪的一声，里面几只虫子
就掉了出来，到处地上乱爬。那是小金最喜欢的甲虫，他从小就有一个特殊的爱好，就是养这些小动物。在他的心里，这些东西差不多跟亲人一样，所以当他看见它们散落在地上的时候，什么也不管，连忙去捡起来。然而就在他要捡回那些虫子的时候，一双强壮的脚提前踩了下来，那些虫子顿时被踩成了浆糊，没有一只剩下来。小金当时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忙着推开他的脚去查看，但事实还是那么残酷，他养的3只甲虫都被踩死了。小金骇然地瞪大了眼睛，只觉得胸里升起了一丝愠怒之气。他抬起头，攥紧了拳头。怎么了？还不满了是吧？整天只会玩这些虫子，有种就来打我呀！那老大昂起了头，十分嚣张地说道。在他身旁还有2个身强力壮的小弟。小金咽了口唾沫，只能尽力地压下心中的怒火。他虽然很想讨回公道，但碍于这些家伙人多，而且后台太大，他还是不好出手的。看见小金绷紧的拳头就松了下来，那带头大哥发出哈哈的笑声，然后故意推了他一把，鄙夷地说道：真是没用的家伙。好吧，再宽限你2天，记住后天晚上给我100块，否则下次教训的就不是这点了。说罢了，还故意踢开虫子的尸体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身旁的2个手下也是趁机嘲笑了一下，然后才离去。可恶！看着大摇大摆离开的他们，小金早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地上全是心爱的虫子尸体，他的心如同刀割一般。他为自己无法救他们而痛苦，更为自己的懦弱而生气。到底要什么，自己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喜欢的东西呢？小金不知道怎么回家的，反正他的心是麻木的，就想剥离开来，再撒上一些粗盐。那3只甲虫的尸体就在眼前，每次看到它们都会伤心一次，心是滴血的，就像是被刀子割开了一样。这时手机忽然响了，他拿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拿起来一看，记住，后天拿100块过来，别再找借口了，否则这次杀了你。又是那会儿，小金气得摔了手机，破碎的电池飞了出来，就像刚才被踩碎的甲虫尸体，深深的刺痛他的心。他发出了一连串的嘶吼，攥紧了拳头，好想一拳砸在那家伙身上，帮他那些虫子报仇。你这混蛋，我不能再忍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被连续激怒的小金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咆哮着说道，现在脑子里除了愤怒之外，完全没有其他情绪。之后他打开电视节目，里面播放的刚好就是拳击。那个强壮的选手一个左勾拳打在挑战者身上， M 选手晃了一下，不过这一下漂亮的回勾拳，哦天哪，力量太惊人了，一下就将挑战者打倒，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电视机里的解说员讲解很到位，小金不禁捏紧拳头，学习刚才那个左勾拳。看我的，一拳打倒你们这些混蛋！夜渐深了，只剩下房间里回荡起他愤怒的叫声。终于到了后天晚上，在同样的地方，小金再次被那3个家伙给拦住了。喂，钱带来没有？
带头的大哥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流里流气的说道。小金没有回答，只是攥紧了拳头，连太阳穴也抱起了青筋了。喂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又没带过来吗？带头的混混推了他一把，恶狠狠的威胁道。小金咬了咬牙，将早已藏在手中的信封递给了他。带头混混高兴的接过信封，嘿，不错嘛，还特地准备了信封。哎，这摸起来还挺厚的，难道不止100块？他兴奋的拆开信封，但没想到里面装的竟是一些报纸。妈的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吧？带头混混气的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举拳就要打他。但是这时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在前面的小金已经提前冲了过来，攥紧了拳头，像一枚喷射而出的火箭，直接砸在他的脸上。啊！混混吃痛后退2步，虽然攻击出其不意，但由于力量上的差距，小金的攻击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。混混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很快便反应过来，举手还击。小金毕竟不是经常锻炼的人，没抵挡几下便落了下风了。妈的，竟然敢对我出手，胆肥了！他一招手，2个手下连忙冲过来帮忙，小金敌不过3人的围攻，很快便倒了下去，全身都是伤痕。混蛋，看你他妈的还敢不敢造反！混混一脚踢在他的身上，充满了威胁的说道。小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，倒在地上无法动弹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为你们报仇。他摸了摸稍有污迹的地面，那里还留有虫子们被踩死的痕迹，如今在灯光的照射下无比的清晰，就像刀子在刺痛着他的心。带头混混又踢了2脚，确认他已经没有反抗力之后，开始在他的身上寻找。很快其中一个人骂了一句：操，只有几块钱，这家伙就是个孬种。他们骂了几句，然后气冲冲的走了。看着渐渐远去的声音，小金已经彻底放弃了。他已经痛得爬不起来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走在最前面带头的混混却忽然觉得脖子一痒。怎么回事？他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，但下一刻却发出了一阵尖叫，因为在他的脖子后面竟然爬出了无数只甲虫，看那样子竟然就是前几天晚上踩死的那些虫子的样子。那虫子就像米粒一样，不断的从他脚下升上来，瞬间便淹没了他。与他一样的还有旁边2个小弟，仅仅是几分钟的时候，他们就被咬成了骷髅，啪的一声散落在地上。小金完全看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你们是他们的朋友吗？小金爬起来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虫子，疑惑地问道。他们迅速地靠近过来，就像以前一样，蹭了蹭他的身子，然后迅速地向各个角落散去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看着他们迅速离去的样子，小金感到无比的感动，爬起来，冲着那些虫子鞠了个躬。虽然我没有亲手替他们报仇，但你们还是帮了忙了，以后我肯定会好好的生活。他在心里暗暗的说道，然后将怀里的虫子尸体拿出来，静静的埋在了墙边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我们庄上呢，有个王老头，据说当年是跟土地爷有过交情的。当然了，
这王老头可不是隔壁的老王，人家呀是庄里的道德模范标杆，一生正直，从来没有占过谁家便宜。这老头有意思，家里以前是地主，留下些财产给他，可是呢，没过几年就让他给糟蹋没了。也不是说天天的又嫖又赌的，这老头啊就是好吃喝，每顿饭吃的那是极其讲究。家里的厨子据说都是老年间内务府推下来的。平时家里吃个便饭都是必须9个菜1盆汤，凑足一个十全十美。这逢年过节的大摆宴席，请全庄的老少爷们吃上3天，您想想，这老王头整个就是一个散财童子啊！家里再有钱也禁不住这么糟蹋呀。果不其然，他家很快就败落了，最后甚至把宅子也卖了，妻子休了送回娘家，家里的佣人全部遣散了，自己做了一个流浪汉。不过庄里的老少爷们还念及他当年的恩情，到了饭点儿，老王头走到谁家，谁都会给些吃的。老王头这个时候啊已经不挑了，人家给啥他就吃啥。这老王头每到晚上都会去庄里的土地庙睡觉，把破棉被一卷，蜷缩在供桌下就睡了。有一晚，老王头回到土地庙，看见一个老者正坐在供桌上，笑眯眯的看着老王头。老王头就问了一句：“哎，你是谁呀？怎么跑土地庙来了？跟我老叫花子抢地盘来了？”那老者呢笑了笑说道：“嘿，你这叫花子，天天睡我这儿，还说我跟你抢地盘。”这老王头一听就乐了：“嘿嘿，你怎么着？你还是土地佬不成？你要真是土地佬儿，我就给你磕个头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这供桌上那老者用手一挥，整个土地庙金碧辉煌，闪得这老王头睁不开眼睛。待金光散去，再看那老者一身打扮，完全跟土地庙供奉的土地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下呀，可把老王头给吓着了。感情这老者真的是土地爷，那自己刚才岂不是冒犯了神仙呢？顿时这冷汗就下来了。那老者看着老王头说道：“这回你信了吧？你天天在我这睡觉，都没交过租子钱吧？”老王头看了看自己破衣烂衫的，对土地爷说道：“土地爷呀，您看我都成了叫花子了，我哪有钱交给您租子钱呢？您是神仙，要人间这钱有啥用啊？”这话呀把土地爷给逗笑了，用拐杖杵了一下老王头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子吗？曾经家财千万，现在沦落到土地庙寄宿。”“我不知道，还请土地爷明示。”说完就给土地爷磕了几个响头。原来这老王头上辈子和他今世的父亲是一对同乡，两人曾经呢一起进京赶考，不过途中老王头漏了腹，这个同乡人见财起意，把老王头给杀了，自己用这笔钱贿赂了考官，竟然也考中了，还谋了一个小小的官员。当官之后，这人还是很为民办事的，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的疑难杂案，修桥补路的做了不少的善事。临死前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，就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缺德事儿告诉了自己儿子，说自己这辈子最亏心的事儿是谋害了同乡，真希望自己下辈子能够补偿他，来偿还自己欠下的债。果不其然，这一世
老王头投胎成了同乡的儿子。老王头的老爹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，全给了老王头了，让老王头挥霍了。这就是老王头他爹在还上辈子的债。没成想这老王头没刹住车，天天的这么挥霍，不仅把欠的钱收回来了，还把自己这辈子本该有的那些福报也给挥霍没了。结果变成了一个叫花子，要不是庄里的老少爷们照顾他，他早就饿死了。经过土地这么一说，老王头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自己这辈子花的钱都是自己老爹欠自己的债。谁说世间无因果？看来老话说得很对，愿成夫妻，债转父子。从那次遇到土地之后，老王头就再不白吃村民给的饭了，每次都会给人家里干点活，再不济的也是得给人家挑桶水什么的，就怕欠下人债什么的。10多年以后，有天夜里，有人发现土地庙金光闪闪，这胆子大的人进去，看到金光是从老王头身上发出来的，但此时此刻的老王头已经断了气了，地上写了几行字：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脱皮雪花膏。丽丽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，爱美到每天都要敷面膜，而且早晚各一次，还要擦各种美容保养品，所以丽丽的皮肤出水芙蓉，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。可是丽丽还不满足，现在她才18岁，她一想到没过1年就要老上1岁，她可要为自己的皮肤买双保险，当然越早保险越好，免得像邻居张姐一样，不过20出头，只因为生了娃，一下子就跟30、40岁的妇女差不多，整天灰头土脸的带孩子。丽丽想着张姐那模样，心里就瘆得慌，赶紧往脸上涂了各种保养品。当然了，丽丽之所以有能力买各种的保养品，都归功于她那国外工作的老妈了。她的妈妈是服装设计师，在意大利工作，1年都难得回来1次，不过每个月都会给她寄几万块钱。丽丽也过惯了这样大手大脚的生活，买各种保养品，生活呢是无忧无虑，再随随便便找一个男朋友。不过丽丽这人非常讲究，男朋友穿戴不整齐或者皮肤不好，她都会马上分手，简直就是个完美主义。不用说，丽丽肯定是个处女座的。最近丽丽的妈妈从国外回来了，听说好像是参加某位朋友的婚礼，当时呢也是为了回来看看女儿。丽丽是她唯一的女儿，妈妈肯定给丽丽买了很多保养品，还给了丽丽很多钱。丽丽当时就高兴坏了。这天妈妈去参加婚礼，丽丽竟然在妈妈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支脱皮雪花膏。不过这瓶子上全是英文，丽丽也看不懂。不过她慢慢拧开瓶盖，用鼻子嗅了嗅，竟然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，那味道非常好闻，竟然让她用手去沾了沾雪花膏，轻轻地涂在手背上。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手上那层皮肤竟然脱掉了，露出里面更嫩的皮肤。丽丽简直是高兴坏了，她整个人都要跳起来。没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保养品，妈妈竟然不告诉她。丽丽心里有些小小的生气了。当天妈妈回来已经是深夜了，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妈妈已经累倒了。这时候丽丽质问妈妈，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脱皮雪花膏不跟她分享呢？
还偷偷的藏在包里。妈妈当时就愣了愣，说什么雪花膏，我没有藏起来呀。妈妈当时很累了，就睡了。既然妈妈不承认，丽丽干脆就顺走了这瓶雪花膏。等到第二天妈妈起床的时候，也没想起这件事儿。丽丽知道妈妈跟她一样也是爱美，甚至妈妈的保养品都是几万块一套的。而接下来妈妈接到老板一个电话，当天就火急火燎的赶回了意大利了。妈妈走了以后，丽丽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她现在可以用这瓶雪花膏了。她把雪花膏涂在脸上，她对着镜子神奇的看到自己的脸皮肤开始起了变化，那脸上的那层皮竟然慢慢的掉了下来，露出里面那层嫩嫩的皮肤。她抚摸着自己的脸，就跟摸着滑嫩的果冻似的。她实在是太爱这脱皮雪花膏了。可是雪花膏只有这么一瓶，她还想用雪花膏擦在身体上，让身体的皮肤跟脸上一样嫩。于是呢，丽丽马上拨通了长途电话，问妈妈雪花膏的事情。奇怪的是，上次妈妈喝醉了酒，兴许是忘记了。可这次妈妈却说不知道什么雪花膏，她也从来没有买过雪花膏。丽丽挂了电话，心里有些失落，不过看到瓶子上的英文字体，马上上网把上面字体给翻译出来。上网后，丽丽照着上面的英文翻译以后才知道，原来是一家国外的公司生产的脱皮雪花膏。她就照着上面的地址跟对方联系，对方告知脱皮雪花膏有很多系列，有沐浴乳，有乳液、霜、水等一系列产品，不过光是一套产品就要花好几万。丽丽听了以后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就跟对方买了一套，用妈妈给她留下的几万块钱。没多久，一大套脱皮雪花膏就送到丽丽家门口了。她打开包装，闻到那股清香味儿，简直高兴坏了。从这以后，她每天都用脱皮雪花膏，甚至一天要洗澡好几次。洗澡的时候都用上雪花膏沐浴乳，把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擦拭。不用说，效果是杠杠的。她的每一寸肌肤嫩得出水，就跟刚出生的婴儿皮肤一样，白里透红，看起来简直像个瓷娃娃。再加上丽丽呢，本来颜值就高，不管走到哪儿都备受关注，追求丽丽的男生更多了。不过丽丽根本看不上那些男生，她觉得他们的皮肤太差了，她可不能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。当然了，丽丽也不愿意把雪花膏的秘密分享给任何人。不过她也奇怪，这样超好用的雪花膏为什么没有红，连个广告都没有呢？奇怪归奇怪，她还是每天用雪花膏，皮肤一天比一天好。有一天，丽丽竟然被星探给发现了。不用说，当星探把丽丽领到老板那里去的时候，老板看到丽丽的第一眼简直震撼了，说了一句：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未来之星，这么好的皮肤，这么好的颜值，恐怕以后都难找了。不出意外的，丽丽被公司老板给捧红了，她非常争气，很快就在公司立足，成为全国一流明星。不过用了1年时间，而丽丽的皮肤不管怎么折腾，每天的皮肤都嫩得出水，简直让其他明星嫉妒，甚至媒体不管拍丽丽哪个角度都是超美的。还有明星问丽丽的保养秘籍以及用的什么护肤品，丽丽全都敷衍过去了。也就在丽丽沉浸在明星梦中，
第二天他起床以后照镜子，惊叫了一声。他发现他的美貌的皮肤没有了，一张脸变得血红，脸上全是毛细血管，脸上那层原本该有的皮肤竟然没有了。不仅是脸，全身上下都是，简直是脱了皮了，应该说是人皮。丽丽身上的人皮没有了，丽丽当时就吓坏了，心想难道是这次的雪花膏出了问题？她赶紧拿出雪花膏出来，这才发现平地有一排很小的英文，用肉眼根本无法看清楚。她用放大镜终于看清上面的英文。她上网翻译了一下，上面写着：请谨慎使用雪花膏，千万不要过量，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妄想不劳而获，险遭丧命之祸。警世通言里的一则故事饶有趣味。宋朝有一个翩翩少年郎叫魏宇，方年17，风神俊朗，性子温柔。每次赴文会，同伴们都调戏他，称他为魏娘子。魏宇恼羞之下，从此不再会宾客，专心在阁楼上读书，只与表兄福生交往。这天，福生因为母亲病了，要回家乡市集，留下魏宇一个人。2更的时候，魏宇突然听到敲门声，以为是福生回来，打开门一看，只见门前站着一美男子，穿着黄袍，头戴冠巾，蓄着漂亮的胡子，身上还有阵阵香味儿。美男子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俊逸的小道童，手里捧着个朱红色盒子。男子自称是吕洞宾，遨游四海，途经此地，听到楼上读书声清亮，知道此人将来定会取得功名，又有仙缘，所以前来拜访。魏宇一听，又惊又喜，连忙跪下行礼，然后请吕洞宾坐在主座，自己则在侧座相陪。吕洞宾呼来道童，让他打开那个朱红色的盒子，只见里面盛满了山珍海味，鲜异果品，是沁香扑鼻。吕洞宾所用的紫金杯极其精美，白玉壶高不过3寸，酒水却永远倒不完，且酒色清亮，味道甘美。吕洞宾直言这是仙酒，因和他有缘才一同享受。魏宇听了飘飘然，仿佛升仙指日可待。两人诗酒唱和之后，便更觉得情谊深厚。吕洞宾让童子离开，自己则在魏宇家留宿。而后他又告诉魏宇，只要我和你相处10个夜晚，就能让你元气充足，从此过目不忘。魏宇信以为真，两人喝到酒酣耳热，吕洞宾把魏宇抱在怀里，魏宇贪恋他的仙气，也没有推辞。天亮之后，吕洞宾嘱咐他不能将两人的事说出去，晚上呢会再来相会。然后推窗一跃，不见踪影了。魏宇惊愕之下，更加坚定他是神仙。10余天后，吕洞宾愁眉苦脸，告诉魏宇说他俩私会的事情被何仙姑得知了。何仙姑大发雷霆，说要禀告玉帝。他再三请求才稳住了何仙姑。何仙姑听说魏宇十分标致，便说夜里要来看望魏宇。吕洞宾希望魏宇到时候小心陪着，若是哄得何仙姑高兴，这件事儿永远不会泄露出去。这魏宇听了心下欢喜，赶忙置办了些美酒佳肴，焚起一炉好香，又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装扮整齐。到了夜间，吕洞宾领着何仙姑来到楼上。魏宇看何仙姑柔眉美艳，神采夺目，魂儿都被她勾去了哟。
何仙姑啊，看魏宇果然标致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仰怒责怪他们不守清规。魏宇赶忙磕头求饶，吕洞宾也在一边求情。何仙姑说：“饶了你们这一回。”何仙姑假装要走，魏宇和吕洞宾再三苦留，何仙姑只好勉强坐下。把盏之间，吕洞宾劝说他及时享乐，何仙姑心中动摇，便与他们一起厮混。鸡鸣时，二仙起身告退，魏宇不和，何仙姑答应他，只要求他呀不将此事说出去，就会每晚与他来相见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天天来找魏宇。后来虽然福生回来了，住在魏宇隔壁，但二仙每次都是从窗子进来，所以福生没有发觉。半年后，魏宇越发的面黄肌瘦，饮食日减，晚上精力旺盛，白天却只想睡觉。福生看到魏宇的模样，问他是得了病的原因，魏宇不肯说。福生只好通知了魏宇的父亲。魏宇看到儿子吓了一跳，劝他回家调养，可魏宇不肯。魏父只好寻医问诊。到了晚上，二仙又来，魏宇说父亲要他搬回去。吕洞宾就安抚他说：“凡人成仙，必先将肉体消耗殆尽，然后才能重新换仙体。”魏宇听了，疑虑尽消，从此连药都不肯吃了。有过几日，魏宇呼吸微弱起来，一副要断气的样子。这魏父急的是带着铺盖住到了魏宇的房间，守着他。到了半夜，魏父突然听到魏宇对着床头说梦话，嘴里喊着：“二位师父不要走！”一边伸出手来想要扯住，却扯住了魏父的袖子。魏父流着眼泪说道：“儿子呀，你病得快死了，还不肯说实话。你说你那俩师傅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必是妖怪吧？”魏宇说：“那不是妖怪，是仙人来助我升仙的。”魏父听见的糊里糊涂，强行雇了一顶小轿，把他抬回家去休养了。魏宇临走的时候还说：“仙人赐我的紫金杯、白玉壶，被我收在书房里，都给我检查好。”魏父打开书柜门一看，哪有什么紫金白玉，只有黄泥杯、白泥壶。真凭实据摆在眼前，魏宇心下慌了，赶忙将遇到吕洞宾和仙姑的事情告诉了父亲。魏父惊恐之下，一边叫下人伺候好儿子养病，一边出门打算寻找一个驱妖法师。半道上，魏父遇到一个叫裴守正的法师，慌忙将他请到府中，把魏宇的事情细说了一遍。随后请法师进到魏宇房间里。法师一见魏宇，就说魏宇被2个雌雄妖精给迷住了，若再不救治，就性命难保。当晚，法师摆好法坛，仗剑念动咒诀，用朱砂写了道符，正要烧符，符突然被水泼湿。裴法师破口大骂：“畜生，不得无礼！”把剑往空中一支，这剑被妖怪当空接住，定在房梁之上。裴法师慌了，便使出所学法术也没用，自己的道观被妖怪丢到了门外的尿桶里，臭烂不堪。裴法师只好请辞，让魏父再寻令法救子。次日，福生来看魏宇，知道昨晚之事，说这华光寺的菩萨这里指的是道教的火神马灵耀最灵验，可以备些祭品去求菩萨解救。福生又把此事和同会的会友说了，这些朋友一起备了祭品、香烛、纸马，摆在菩萨前，烧了书文，求菩萨救魏宇一命。又去了纯阳，即吕洞宾的庙宇。自这日起呢，魏宇的病果然逐渐转好，可是元神一时还恢复不了。
魏父备了些祭品到华光庙还愿。礼毕，他突然双目紧闭，大步走到供桌上，说魏宇的命是自己救的。众人知道他毕竟是华光菩萨附体，赶忙参拜，问他害魏宇到底是什么妖怪，他的性命是又如何解救的，几时才能痊愈。魏父开口道：这2个妖怪是多年的龟精，一雄一雌，关于迷惑少男少女，我先让部下去捉他们，反被他们打败，后来他们和我大战数百回合，也不分胜负。恰好吕洞宾、何仙姑将此事禀告了玉帝，玉帝令天兵神将下凡捉拿2妖，2妖逃走掉，躲到了孟子河里，被我用火轮烧了出来。最后吕洞宾用飞剑斩断了熊妖，把雌妖驱逐到了北海冰阴中，永世受苦。那雄龟精的腹壳被我埋在后院的碧桃树下，若想要魏宇速愈，就取出这腹壳，煎成药膏，用酒送服。魏父醒后立马照办，魏宇果然痊愈。此后魏宇老老实实读书，再也不想成仙，后来还考中了功名。回顾魏宇误入歧途的过程，当他被贵人相助，抱得大力的欲望驱使时，他的脑中就没有了智慧的位置。他也忘记了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才是达成愿望的正途。祸害他的不是雌雄龟精，而是不劳而获的贪念。过年的青馒头。在我们村里呢，有位悍妇，是位爱占小便宜的人，为人胡搅蛮缠，撒泼骂娘，不要脸。3天不跟人吵架啊，就嘴痒得慌。如果有人得罪了他，就有当众脱了内裤抛别人头上的狠劲儿，所以成了10里8乡没人敢惹、没人敢缠的母老虎。这用村子里乡里乡亲的话来形容他，叫泼辣的能挠老天爷。大家背地里都叫他抓破天，意思是天王老子惹了他，他保准能跑到皇宫里把皇帝的脸给挠烂喽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过分的是他令人发指的不孝顺。抓破天是常常堵着自家婆婆的门，骂得寡居的婆婆出不了门。有一次婆婆呢去抓破天家里要面粉，被抓破天骂了回来：该死不死的老东西，整天1分钱的活不干，还要吃要喝的。我要是你，就扒个坑撒泡尿把自己给淹死里头，也不舔个老脸要面吃。这婆婆哭到家后呢，越想越委屈，就在院子里嚎啕大哭起来，向天哭诉自己命苦，儿孙不孝等等之类的。死婆子，你嚎什么嚎？你还敢数到老娘的不是？老娘都被你哭丧气了，你给我憋回去！我让你哭，让你哭！抓破天呢，抓住婆婆的白发，甩起了大耳刮子。这乡里乡亲呢，在旁边劝说，让抓破天别打婆婆。赡养老人呢，是做儿女的义务，给婆婆点吃食是天经地义的。老娘的事儿碍着你们这些丧门星的逼成大洋了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好，我让他吃屎，我让他吃屎吃个够。这抓破天疯了一般的跑进厨房，爬上灶台，脱裤子拉了婆婆一锅，然后呢扬长而去。婆婆被气死了，死后7、8天，这尸体才被邻居发现。尸体还保持着想要爬上床却没力气往上爬的姿势。由于难受而挣扎，等那裤子掉到了膝盖，鞋后跟都磨破了，地上留下2道深深的蹭痕，肚子浮囊的像充气的面袋，脸如紫茄子一样泛紫，满身长满了红头白蛆，在蠕动着，满屋子绿头苍蝇乱飞。不管怎么形容，婆婆是惨死了。大家都说是被抓破天给气死了。抓破天呢，肯定得报应的。这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大门是要贴门神的，
辟邪挡鬼的。但若是家里亲人心死，3年之内是不能贴门神的，怕门神挡着回家的亲魂不让进门，意味阴间的亲人留门，让亲人常回来看看，并且大年30下午要在先人坟前祭拜，烧些纸钱，摆上贡品，再点上一支蜡烛或者灯笼，为逝去的先人照亮回家的路，以示孝道。这婆婆死后第1年关，抓破天自知心虚，做了亏心事，就怕鬼敲门，早早的贴上了门神，摆上了桃木半门棍，这才安心的开始蒸起了过年的馒头。抓破天刚到5岁的小儿子蛋蛋在堂屋里头玩耍，一切看似平静。天擦黑的时候，抓破天的丈夫上坟回来了，正在玩耍的蛋蛋看爸爸进门，张开双手，摆着让人抱的姿势，嘴里喊着：妈妈，我奶跟我爸爸回来了，我让奶奶抱我玩。你这臭小子，大过年的胡咧咧个啥？咱家门上有门神，墙上有泰山石敢当，别说你奶奶那个死婆子，就是千年王八精也进不了咱家的门儿。哎呦喂，童言无忌，大风刮去，呸呸呸！抓破天骂着儿子，心虚的四处搜寻婆婆的身影。妈，奶奶去厨房了。蛋蛋左手拉着爸爸的胳膊，右手指着空荡荡的厨房，哐当一声，厨房里的锅盖就掉地上了。一家人涌进厨房，锅里的每一个馒头上全都出现了指头印儿，像是一个个被人抓了一把，馒头变得又轻又小。一只蜜蜂大的绿头苍蝇叼着一个鬼捏的馒头飞到了抓破天的嘴边。妈，奶奶说要喂你吃馒头嘞。抓破天一声吓破了胆，哀嚎，随后翻白眼晕过去了。大年初一的雪地里，一个披头散发光着身子的疯婆子拿着一个鬼捏的青馒头，见人就喊：妈，你吃妈，你吃正所谓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活天地间，孝字当立先。抬头3尺有神灵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孝的人门神都不帮你。井底怪事。这年村子里闹旱灾，老百姓吃水成了问题，眼看着成片的庄稼旱死，成批的牲口病倒，成堆的老百姓跑到外乡，刘二愣坐不住了。刘二愣对村民说要凿口井救大家，村民直摇头，不信他的话。有村民说：二愣你是一片好心，可是这方圆几十里地，但凡有个地方能凿出井来，还用等到你来凿吗？再说了，你家祖传的打井手艺多少年没有用武之地，早在你手里失传了吧？费那劲凿井，还不如到庙里拜菩萨求雨呢。这话说的刘二愣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。不过人家说的是实情几百年来，村里多少凿井能人都试过多少次，愣是没有出过水。不出水还罢了，还出过不少的事儿。许多挖井的都死在了井洞子里。刘二愣祖上也是善于凿井的，后来害怕出事就放弃了。刘二愣徒有凿井世家的名，但是呢，哪里凿过一口井也怪不得别人嘲弄的。但是刘二愣这个倔脾气，决定的事儿9头牛都拉不回来，没人帮忙，他就自己凿井。刘二愣像模像样的在村里转悠了7、8天，最后选中了一个干池塘。他想这里地势低，肯定是水脉经流之地多半能凿出水来。
刘二愣支开井架子，吊好篮子，挥起了这个铁锨干起来，挖了半个月，挖出来一个10多米深的旱井，还是不见一丁点的水。这天，刘二愣再次下井，谁知一铁铲下去，捅出一个窟窿，冒出来一股黑气，黑气散开，出现了一个黑判官。这黑判官是怒目圆睁，说道：刘二愣，你要倒霉了！你知道挖到了哪里？你挖到了阎王爷的王府了。阎王爷很生气，要找你说道说道。现在请吧。说罢轰隆一声，井底陷落，刘二愣就掉了下去，落地便是一个大厅，厅上坐着阎王爷。阎王爷呢，将惊堂木一拍，训斥道：刘二愣，你凿井凿破本王王府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刘二愣将头一抬，冷笑道：哼，都说阎王爷公道，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，只不过凿透你家屋顶，你就要公报私仇。阎王殿业境高悬，却看不到我凿井为公不为私，为人不为己。还有，你故意把王府盖在我村子下面，害得一方百姓没水吃，你倒是惭愧过没有？这阎王爷听罢，脸憋得通红，嘿嘿2声，缓和了许多，说道：嘿嘿，这刘二愣，你说的也对也不对。我这王府比你们村子早建了好几百年，可不是故意盖在你们下面的。看在你为老百姓凿井的份上，我就饶了你这次吧。刘二愣见阎王爷不追究自己，也就缓了口气说：阎王爷，你能不能好事做到底，告诉我附近哪里能凿井凿出水来？阎王爷想了想说：哎呀，这个不归我管，也不能随便透露给你，否则对你对我都没好处。我只能告诉你我王府的范围。来啊，看这张图，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里，你肯定是凿不出水的，只能凿破我的屋顶。咱俩要是再见面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阎王爷扭头让黑判官送客，黑判官让刘二愣闭眼，在睁眼时已经站在地面上了，井架子等东西都在，凿了半个月，井却没了。刘二愣呢，继续找凿井的地方，他避开阎王爷的王府的范围，在村边那棵几百年的大树下相中了一块地方。他想啊，这树长得好，肯定有水脉啊，能挖出来水。刘二愣挖了半个月，又挖出一个10多米深的旱井，仍是不见一丁点的水。这一天，刘二愣再次下井，谁知道这铁铲下去，只听哐当一声，冒出一股白烟来。白烟散开，出现了一个大瓦罐。这瓦罐已经被击碎了，里头探出一脑袋。刘二愣凑近一看，嘿，原来是一只活羊。刘二愣就嘀咕了，这么深的井底下竟然有羊，难道你也是钻到地底找水喝的吗？羊大眼睛盯着刘二愣，突然说话道：刘二愣，你砸坏了我的土否？以后我在地底下还怎么生活？刘二愣听到羊说话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奇怪啊，这羊怎么还会说话？你是羊精啊？羊说：先告诉你我是谁，再跟你说赔偿的事儿。我是羊，属于土之精，不分公母，五脏也是土做的，一般的羊怎么跟我比？2000年前，鲁国曾挖出过我的同族，天底下只有孔丘一人认识羊，从此天下人才知道了我们。你不读书，难怪不认识我。现在你马上赔我一件土否，否则你以后就等着倒霉吧。刘二愣说：赔你土否倒不难，只是有一件事儿，你在土中多年，附近哪有水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这羊说：这一带土层非常厚，
所以我长期住在这里。我最恨有水的地方，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活动范围。来，看看符片上的图。从你们村这里到这里，再到这里，这些地方你就不用考虑了，挖几百尺也不会见水的。刘二愣说：“那我现在上去给你找土否？你等着。”杨说：“算了，看你一心为公，满怀热诚，我自个儿换个土否得了。”这刘二愣就知道肯定见不到水了。回到地面，再看时，凿了半个月的井又消失了。刘二愣避开阎王爷府杨居住的范围，找了许久，在村口一个老井边停下来。他想，听说这里几百年前曾经出过水，后来肯定是水层下降了，往下挖，说不定呢就能挖出来水了。刘二愣又干了半个月，清除了老井的淤泥，又往下挖了10多米，仍是不见一丁点的水。这一天，刘二愣再次下井，一铁铲下去，溅出一缕水花。刘二愣正要惊呼，水花上出现了一只柴手龙身的怪物，说道：“刘二愣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你是挖不出水的。”刘二愣说：“知道我的还真多不过我不认识你，让我猜猜，你难道是这里的井龙王？”这怪物说：“我确实是这里的井龙王，我是龙的儿子，叫睚眦，有个成语叫睚眦必报，说的就是我的脾气。我不会行水，只会打架，谁惹我，我就让谁倒霉。阎王爷、羊都住在这里，也得让我3分。没办法，这是我的封地，我只能守着，几百年没水倒也渴不着我。”刘二愣不乐意了，说道：“你是这里的井龙王，居然说出这么不负责的话来！你把这水井管得没了水，还说渴不着自己，这水井是为你自己凿的吗？”鸭子就说：“这么跟你说吧，等这里的老百姓都找不到水搬走了，这水井就彻底废了，我的井龙王也可以调动了。”刘二愣就生气地说：“你不会行水，哪里有水总该知道吧？这里有一个暗河的水口，阎王爷、羊都不敢告诉你，因为那是我管理的，我也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我自己还要喝，还要玩。”刘二愣说：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继续挖，直到挖到暗河水口为止。”亚字说：“料你也挖不到，不过你可别跟上次挖破阎王府似的，挖了我的王宫。阎王爷遇事冷静克制，我可不是。你要挖穿我的王宫，你就甭想活了。来，看看我的王宫位置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再到这里，怎么样？比阎王爷羊的地盘阔气多了吧？今天见你，主要想跟你说这些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看你跟没头苍蝇似的乱撞，我挺开心的。”刘二愣这气的心里是直骂娘啊！原来打不出水来，都是这无能的井龙王给闹的。但这刘二愣不服输啊，说：“那咱们就赌一把，我要是挖出水了，你就滚蛋。”亚字呵呵一笑：“哎呦，口气不小啊！这个赌我打了，正好瞅个乐子。”刘二愣爬上井，收拾东西回家，天天就琢磨这暗河水口的位置，在村里村外转了一遍又一遍。一天，刘二愣突然灵光一闪，回家拿起纸笔画起来。画完之后，盯着那张图纸看起来，看着看着，猛地一拍大腿，就笑了。当即在自家堂屋里搭起井架子，动手凿井。果然，挖了3天呢，挖到6、7米的样子，一股清泉就突然冒了出来。水上也没有什么怪物，刘二愣大喜，捧起水来一喝，甘甜异常。他加紧赶工，凿好了井墙和井栏。等完工时，井中的水已经深达3、4米了，不上升也不下降，成为了一口完美的水井。
刘二愣跑出家门，跑向村中的老井，拍着井沿喊亚字。亚字万万没想到，刘二愣轻轻松松破解了暗河水口的玄机，磨蹭半天，厚着脸皮上来。刘二愣，当年我脾气暴躁，最恨别人凿井，也害了不少人。这几百年来修身养性，脾气刚好了一些。跟你赌了一次，还输了。我亚字呢，虽然粗鲁，却说话算话。我马上从这里消失。不过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暗河口就在你们家堂屋底下呢？刘二愣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嗨，看你算条汉子，不妨告诉你，阎王爷、杨还有你，同在一片土地下。且个人自扫门前雪，只要不危及自己的地盘就行。你们都说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让我去碰，我避开你们三家在外面转，发觉竟没有下手的地方。回家在图纸上一划了，画出阎王府、杨柱地还有你亚字的王宫的位置图。只见这三个地方两两接壤，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空出来，那块地方竟然正对着我家堂屋。我想这暗河的水口肯定就在这儿了，只要能挖出水，我没地方住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果然让我凿井成功。你说这岂不是你们三家子帮了大忙吗？亚子叹口气说道：这是天意，我还是回家跟我爹好好学习几年行水的本事吧。说罢，亚子缩进井里就不见了。刘二愣当即告知村民们，村民就争相到刘二愣家里观看，人人惊叹不已，欣喜万分。从此这村里的用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，外出的人也陆续回来，大家顺利的度过了旱灾，安心的住了下来。潮白河第1集。我的家乡北京市顺义区有一条潮白河，是中国海水系的5大河之一，贯穿北京、天津、河北3省市。虽然这条河不只是顺义有，但顺义人似乎对潮白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我小时候总是听老人们说起这潮白河的故事，而且这些故事往往是光怪陆离、神仙鬼怪的。前几年，我一个儿时的小伙伴在潮白河游泳淹死了。据村里人说，那天小 C 和老婆孩子去玩，中午喝了酒，经过潮白河的时候非要下去游泳，说身上热到不行了。媳妇儿拉着他不让他去，可是呢他力气大，根本就拉不住。下去以后翻腾了几下就没动静了。媳妇儿等了半天不见他上来，赶紧报了警。等捞上来已经晚了。有人说是水草绊住了他，有人说底下啥也没有，说法不一。这也就让人们又联想到老人们曾经说的一个故事。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故事了。在潮白河附近有个村子里，住了一个挑水的。老10年间，这家里没有水井，喝水什么的都要去河里自己挑水，这也就催生了这么一个挑水的职业。有力气的壮汉靠挑水给别人家里送水挣钱，不过一般人不愿意干，太累了，也挣不着多少钱，一般都是单身汉干这个。说这挑水的姓王，邻居都叫他隔壁老王。不是我说的是作者说的。家里人穷，没钱娶老婆，一直一个人生活，就靠挑水这种力气活养活全家。当然了，全家也就他一个人。有一天，
天还没亮，四周还黑乎乎的。老王起来到河边挑水，因为大多数人家天亮就起来烧水做饭了，所以挑水的必须比别人起得早，要不然就很容易被别人抢走了饭碗。挑水的提着扁担，挂着2个空桶，快到河边了。听到河边草丛里有人说话，老王心里想，这么早谁会来这儿聊天呢？不会是杨寡妇在和野汉子偷情吧？于是呢，老王就把扁担和空桶放下，捏手捏脚蹲下身子，往说话的草丛里挪动。隐隐约约的，老王就听到有2个声音，一个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您可以脱离苦海了，给您道喜了。”“嗨，谢谢你了，我等了好久，终于等来你这个替身，你说多不容易。”老王一听，不对劲儿了，这话里话外，怎么听怎么像是水鬼要替身呢？他趴着身子，拨开杂草，定睛一看，只见是一个狐狸坐在河边，对着河里说话。另一个声音是从河里发出来的，只听狐狸又问：“不知道那替身是谁家的？”河里的声音说：“哦，就是村东头河边住的老李家的儿媳妇儿，她今晚肯定过来，到时候就解脱了。”狐狸一听，再说，那恭喜你啊！老王一听，好啊，老听人说拿替身的，原来真有啊！老李家对他不错，平时有吃不完的用不完的都给他，还帮了他不少忙，他可不能坐视不理。于是老王悄无声息的退出了河边，拿起扁担空桶，蹑手蹑脚的回了家了，水也不挑了。天一亮，赶紧敲开老李家的门，把今天凌晨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了老李家的老头老太太。老李家儿媳妇还没起呢，儿子也不在，老头老太太一听也是慌了神了。隔壁老王告诉他们，先不要声张，别把小媳妇给吓到了，静观其变吧，做好准备就行。老两口送走老王以后，也是半信半疑，也不敢跟小媳妇说，就看他今天呢有什么异常没有。结果小媳妇一整天都好好的，跟平常一样，老两口啊这心里也就踏实了点，心想也许是老王做梦，把梦里的当成真的了。等到晚上吃饭了，小媳妇给两口盛饭，一不小心把碗打碎了。只见小媳妇立刻呀脸色大变，两眼圆睁，眉毛立了起来，咬了咬嘴唇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连碗都拿不好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活了！”说着呢，转身就要出门往河边跑。老头没反应过来，老太太有心理准备，赶紧拽住小媳妇儿，拼命的往回拉。你说这小媳妇儿力气突然变得特别大，铁了心了要出门寻死，老太太快拽不住了。老头反应过来也赶紧过来拽，一起使劲儿，才将把小媳妇儿拽回屋里了。这小媳妇儿是又哭又闹，嚷嚷着要寻死，老两口把她按住了，又劝又安慰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媳妇儿总算没力气了，瘫软在床上。老太太呢就把小媳妇的手腕和自己的手腕绑在一起，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准备睡觉，让老头回屋了。等到半夜，老太太醒了，小媳妇突然坐了起来，眼睛直挺挺的，起身就往外跑，手腕拽着老太太的手，把老太太拽到地上。老太太一看不对，这力气也太大了，
赶紧喊老头过来帮忙，一边用力拽着小媳妇儿。老太太嘴里直嚷嚷：“我跟你拼了！”但是呢，那也是拽不住小媳妇儿。这小媳妇儿的力气简直不是人的力气。老头赶来一起把小媳妇儿又摁回了床上，按住了她。一直等到天光大亮，小媳妇儿才清醒过来。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第二天儿子回来了，老两口把经历对儿子讲了，儿子也害怕。中午的时候，赶紧把媳妇儿送回娘家了。老头老太太不敢声张，就谁也没有说，买东西谢了隔壁老王，叫他呢也别声张。过了几天，隔壁老王去河边挑水，失足落水，就淹死了。老李家呢给老王收了尸，买了口棺材把他埋了。后来那边经常有人淹死，就被砌了围墙了，不让人靠近。话说我朋友小 C 就在围墙附近游泳淹死的。潮白河的故事2。话说老年间，潮白河附近住了一户人家，父母早就去世了，兄弟俩相依为命，哥哥叫老五，弟弟叫老六，姓什么不记得了，反正村子里都这么叫他们。兄弟俩呢也没有一个正经职业，家里只有一间破房子，穷的是叮当响。当然了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没有钱娶媳妇儿。哥俩没事儿就去潮白河附近撒网捕鱼，捕得多了就在桥底下卖，少了也够换口饭吃，不至于饿肚子。兄弟俩同父同母，可是性格脾气却是迥然不同的。老五要强，心狠，撒网捕鱼用的渔网是最结实的绝户网，密密麻麻，渔网缝隙很小，他呀连最小的鱼都要捕获，这就是俗称的下绝户网，把鱼都捕干净了。这样做是不给鱼留活路，也不给子孙后代留后路。当然他老五媳妇儿啥的都没有，也就不管什么后代不后代了，自己吃饱就行了。老六却和哥哥不同，他的网缝隙大，能捕到大鱼就行了，小鱼漏掉就漏掉吧。有时候呢还故意放走一些鱼虾，反正饿不死就得了，干嘛做那么绝呢？村里人一提起下绝户网的老五，就是一声呸，提到老六都是交口称赞。后来老五有一次捕鱼，不慎落了水了。按理说老五老六这种水边长大的，水性都不错，结果老五被水草缠住了，活活淹死。村里人都说活该，这是他下绝户网遭报应了。可老六呢，当然是伤心欲绝。父母早亡，是哥哥拉扯自己长大的。那天哥哥落水的时候，他正好出了门，要不然哥哥不至于送命了。老六大哭一场，把哥哥老五埋了，从此一个人生活。老六渐渐也就习惯了，村里人也念他老实本分，也都愿意周济他一下。老六后来索性白天也不捕鱼了，就晚上在河道变细变窄的地方，左右两端支撑一下一张截面网，一晚上能截住多少就算多少，有人要就卖，没人要就送人，他也不在乎，乐得自在。后来一天早上，老六起来收网，发现截面网破了一个大洞，一条鱼也没有，全都跑了。老六不禁就纳闷儿，这是多大的一条鱼呀，能把渔网冲开一个洞？索性他也不指望这鱼吃饭了，跑了就跑了吧。可是从那天开始，
他经常发现渔网被弄出一个大窟窿。老六这心里就有点起疑了，是不是村里人和他过不去，故意把他渔网弄坏的？这潮白河他可清楚，河里根本没有特别大的鱼。于是老六就留了心。在某一天晚上，老六喝了点酒，浑身有劲儿没处使，就从家里出来了，来到平时下网的地方，蹲在地上，看着河水从渔网的缝隙中涓涓流出，想念起自己的哥哥，不禁一阵伤感。突然他就听到这上游有很大的东西发出声响，哗啦哗啦的，好像有一个东西顺着水流被冲了过来。他心里一惊，不会是大鱼来了吧？也好，这回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鱼。只见呢，这上游出现一只黑乎乎的东西，裹夹着臭鱼烂虾，被水冲了下来，直奔渔网。这时老六把截面网拔起来，看准机会，逆着水流用力一抄，把那黑乎乎的东西给抄了起来。那东西在渔网里不动，有猴子大小，浑身湿漉漉的，滴滴答答往下淌水。老六纵使胆子大，这个时候也不禁心里犯嘀咕了，这可不是活鱼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老六想起老人们说有水猴子的故事，难道这就是死了的水猴子？自己出来的时候也没带火柴什么照明的东西，现在四周漆黑一片，也看不清，不如把它拎上来，回家看看是什么。想罢了，他提起那东西就往家走，走着走着，看见前面灯光闪烁，原来是遇到巡村的王二。王二一见到前面有个人影晃动，以为是遇贼了，不敢惹，就想往回溜。老六看见他，赶忙喊住他。王二一听是出来捕鱼的老六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转回身提着灯来到老六的面前。二人见面一阵寒暄，王二就问老六，这么晚了还出来捕鱼？老六就把事情的经过对王二说了。正好王二有灯，老六让王二照着看一看，刚才兜住的是什么？王二把灯靠近了一照，不禁大叫一声，我的妈呀！灯光晃动下，那黑乎乎的东西越发显得诡异，猴子大小，浑身绿毛，根本看不清是什么怪物。王二乍一看以为是见了妖精，魂儿都快吓飞了。老六定睛一看，看出了端倪。他把那东西身上缠的绿毛拨开，原来是一个溺水淹死的孩子，也就1-2岁，被水泡了很久，浑身臃肿，全身长满了绿苔。还别说，要是再有条尾巴，还真让人以为是水猴子。王二也看出了是个死婴，心里稍稍安定了点儿。但是大晚上黑灯瞎火，提个灯笼看这玩意儿，心里还是发怵的。于是告别老六，提着灯笼赶紧走了。老六手里拖着死孩子，一想还是回家吧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这孩子死在这河里，应该住得不远。天亮让人帮着寻访一下附近有没有丢孩子的，好让这孩子的家人来认领。于是老六回到家，把这孩子放到屋里的草堆上，回屋准备睡觉了。他呢，拿出了火盆，取出火柴要点燃，刚把一根火柴划着了，门外刮来一阵阴风，手里的火柴顿时就灭了。接着再点，火柴却怎么也点不着了，一根接一根的划。
没有一根划得着，好像这火盆里的柴火全都湿了一样。而且渐渐的，老六可就觉得这屋子里潮气特别大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墙壁上出现了一层层被水浸泡的痕迹，眼瞅着往上走，屋里似乎随时都会渗出水来，紧跟着阴风四起，大风呼呼的吹动着木头门框和窗框，都发出呼通呼通的声响。老六毛骨悚然，身上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瘩，大夏天的从心里往外冷。纵使他胆子再大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这难道是撞鬼了？老六定了定神，心想，按说我没做过亏心事儿，孤魂野鬼不应该上门寻我，心里干净，真有鬼也不怕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就踏实多了，甚至哼哼两句小曲儿给自己壮胆儿。直到5更天亮，坐在屋子里一夜，听到远处鸡叫了，老六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了。借着窗外微弱的光亮，一看墙上的水痕迹十分明显，足有1米多高，屋里的衣服被褥等全都受了潮了。等到天光大亮，老六找来村长，把自己的遭遇和村长说了。村长带着村里几个懂阴阳的老师傅和几个小伙子去老六家看了死婴，又去了老六下网的窄河道。他们顺着河道往上游找了半天，老法师指着一片区域，让会水的小伙子下去看看，结果发现了一具女尸，被水草绊住了，缠得结结实实。他们把女尸打捞上来，赶紧报了案。这时老六才恍然明白，那死婴和这女尸肯定是一对母子，死婴被他拿走了，当妈的自然要来寻找他的孩子。天快黑的时候，警察巡访到了，离潮白河20里地有个人家，夫妻吵架，妻子带着1岁多的孩子离家出走，想不开跳了河了。男的寻女人寻了好久，哪都找了，就是没找到。如今男的知道女人孩子都死了，也想不开自杀了。一家3口，没有别人了，尸骨都没人管。老六好心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，又和别人借了点钱，把那一家3口给安葬了。后来老六的善心得到了回报，有一户人家女儿有癫痫病，父母听闻老六人好，也不嫌弃他，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2、3年后，那媳妇儿居然给他生了2个儿子，孩子健健康康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人们都说是老六做好事儿，埋葬了一家3口得的善报。再后来，2个儿子都挺有出息，家里也盖了房子，有了产业。老六最后无疾而终，就埋在潮白河畔某村西头的3棵大柳树下，至今还有人在流传他的故事。